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翠花的秘密》。在我的订婚宴上，我妈突然开口，将原本说好的45万的彩礼加到了200万。准婆婆瞬间变了脸色，我尴尬得无地自容，伸手扯了一下我妈的衣袖，示意她见好就收。我妈似乎看不出来满桌人尴尬的脸色，抱着已经6岁的侄儿，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开口：“是啊，如果是普通家庭，45万就好了。可你看，你们条件这么好，200万应该拿得出来吧？我们这就一个女儿，你们娶媳妇不会这点诚意都没有吧？”订婚宴不欢而散，回到家，父母一直在喋喋不休。他们说，那么有钱，花200万娶个媳妇都不愿意，一看就没有诚意。他们说，1分钱都不能少，只有拿到钱才能给哥哥买一套学区房。他们说，赵玉如果真的喜欢我，就不缺这点钱，从小到大都是这样。他们从来没有将我当作一个人，我好像是一个能替哥哥谋取前程的工具一样。哥哥是个宝，我连一根草都没有。小时候，我用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哥哥剩下的。哥哥吃完饭之后，剩下的我才可以吃。在客厅里面安装一个上下床，拉个帘子，就是我可怜的房间。妈妈时常教导我，哥哥是老梁家的根，能给老梁家传宗接代。我要照顾哥哥，让着哥哥。我试图反抗过，妈妈在我的面前痛哭流涕，说她也没有办法，家庭的条件不允许，她也想让我过好日子的，说她是我的亲妈，怎么会有妈妈不爱自己的女儿？直到18岁那年，我刚刚考上大学，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回家，媒人带着一大堆东西，还有一个30多岁的男人，一家人喜笑颜开。哥哥更加热情，抓着我的手给我介绍那个男人，闹了半天，我才明白，这是他们给我找的金龟婿。我好不容易考上了心仪的大学，我做了最不好准备，他们不给我钱上，我可以兼职，可以靠助学金和奖学金。他们爱儿子，偏心了这么多年，我早就习惯了。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，我变成了一个可以买卖的物品。我第一次发脾气，将所有的礼物都丢了出去。我说我不嫁。我看着那个男人恼怒地开口：“滚，滚出去！就算我嫁给你，我也会跟你同归于尽。”那人吓坏了，骂骂咧咧地提着东西离开了。哥哥和妈妈顿时急眼了，想要去拦住那个人。哥哥回头用力地扇了我一巴掌，他怒骂道：“这么多年了，你也该为这个家做贡献的。”我捂着脸，眼泪顺着脸颊滚落了下去，不甘心与无能为力在心中盘旋着。哥哥情绪激动：“我要娶老婆，我要钱，他给的彩礼刚刚够我娶老婆，你是不是要逼死我？”妈妈痛哭流涕，做出软弱无力的模样：“你爸爸身体不好，我做苦力把你们拉扯大不容易，好不容易你哥哥要娶老婆了，没钱怎么办？彤彤，难道你要看着我一把年纪了，死不瞑目吗？”所有的压力扑面而来，像是一张网将我裹在其中，勒得我完全喘不过来气。我无力地张了张嘴巴：“钱，我可以挣，你多久才能挣到？我现在就要，我现在就要娶老婆！”哥哥咆哮着，像是一个长不大的巨婴，就像小时候要不到玩具撒泼打滚一样，可怜而又可悲。压抑的情绪终于如同野兽一般冲出了囚笼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：“你这么大人了，你挣不到吗？”啪，又是一巴掌重重打在了我的脸上。哥哥指着我的鼻子说：“养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帮到家里面。”我现在说这些话就是白眼狼。妈妈哭哭啼啼地跪在了我的面前，说她对不起我，说我不能抛弃她不管她，她是我的亲妈。我第一次对这个头发花白、
跪在我面前哭泣的女人感到无比的厌烦。妈妈的哭声，哥哥的辱骂声，爸爸的叹气声，密密麻麻地包裹着我，让我想要逃跑。我确实跑了，嘴巴里面忽悠着他们愿意嫁，连夜买着火车票跑了。我成绩优异，拿着助学金、奖学金，还有兼职的钱上着大学，生活拮据一些，还攒下了不少的钱。在最美好的年华遇到了赵玉，他与我完全不同。他家境好，不愁钱，优秀闪亮的如同璀璨的星星。他追求的我，他像是寒冷的冬夜里面第一缕阳光，驱散了我所有的黑暗。我答应了他，却不敢将那残破的家庭摆在他的面前。我们一起走到了毕业、工作，一切都顺利无比。我见了他的父母，他们很喜欢我，商量着婚事。我很想告诉他们，我没有父母。这个时候，6、7年不联系的妈妈突然找到了我，她头发花白，背着一个布包，可怜兮兮地站在了我的面前，说我爸爸病了，需要很多钱，让我给他一点钱。他承诺他真的错了，他再也不逼我了。他就站在我的对面，声泪俱下，都快要给我跪下了。这一招对于我而言向来都是有用的。我将手中存下的10万块钱给了他，让他不要来找我了。他突然问我是不是要结婚了。那一瞬间我吓得汗毛直立。我不希望他们打探到我的任何的生活。我好不容易逃出来了，我不想再一次被拉回去。我害怕他们像是蚂蟥一样趴在我的身上不断地吸血，我害怕极了。妈妈却一再保证，绝对不会插手我的生活。她拿着钱离开了。我还没有来得及松一口气，赵玉便告诉我，他见过我的父母了，希望邀请我的家人和他的家人见面，谈一下婚礼的事情。我整个如同坠入了冰窖一般，那种刺骨的寒冷从骨子里面一点点吞噬着我。他们找到赵玉了，他们是怎么做到阴魂不散的？赵玉见我的脸色不好，将我搂在了怀中，温柔地问我，彤彤到底怎么了？这些事情再也瞒不住了，迟早有一天会展现在赵玉的面前。我盯着那张俊朗的脸，努力组织着语言，赵玉却像是有读心术一样，问我是不是家庭不太和睦，父母是不是对我不好，这么多年都没有见我提起过。我的手脚都在发麻，无声地低下头去。薄薄的遮羞布突然被撕扯开了，我有些无地自容。赵玉却将我拥入了怀中，低声说道：“你不要害怕，有我陪着你一起，以后有我保护你，再也没人可以欺负你了。”不知道赵玉是怎么跟我父母谈的，说好了彩礼，约好了见面，在见面的前一天晚上，父母带着哥哥还有6岁的侄儿住到我租的房子里面。我原先是有个嫂子的，结婚2年都不到，受不了我哥好吃懒做脾气差，退还了一半的彩礼，一走了之了。我拿出了这些年攒下的钱，放在了父母的面前，几乎用商量的语气跟他们说，这里面有15万，明天我希望你们好好的，不要出任何的事情。哥哥喜笑颜开地接过了我递过去的卡，愉快地答应着我，好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不给你添乱，保证你嫁入豪门。怎么样？我喉咙里面像是堵了一团棉花一样，难受的厉害。妈妈伸手握住了我的手，彤彤，你别怪我们找到了赵玉，他是你的男朋友，要和你结婚的，可我是你的妈妈，我总要看看你找了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会不会被欺负，是这样吗？难道不是要看看赵玉有没有钱，能给他们多少钱，满足他们的欲望吗？我难过的喘不过气，像是拖着厚重的壳的蜗牛，寸步难行，惨白着脸回到了房间。他们口口声声地答应了好，我却怎么都没有想到，会在订婚宴当天
当着赵玉的父母提出这种要求，我和赵玉还怎么走得下去？耳边的喋喋不休不断地响了起来，我都快透不过气来了。小哲儿拿着彩色笔在我新买的窗帘上乱涂乱画，爸爸坐在沙发上喋喋不休地骂我没良心。这么多年不联系，妈妈一边夸小哲聪明，一边在我的房间里面翻找东西，将我的项链、手表全都装入了口袋里面。梁飞推了我一把，冷声问道：“问你话，你和赵玉怎么回事？我都查到了，他父母是开公司的，不会拿不出来钱。他们是不是不想给你钱？够了！”心中压抑的情绪终于爆发了，我站了起来，怒吼道：“钱钱钱！你们就知道钱！我没有钱了，我不嫁了，滚出去！都给我滚出去！”喧闹蓦然停了下来，四双眼睛落在了我的身上。我一把将梁和抱了起来，放在了门口，怒吼道：“滚出去！”梁和吓坏了，大哭了起来。妈妈冲了过来，抱住了梁和，指责我这么大声吓到了孩子。梁飞在门口大声嚷嚷着：“梁童，你疯了！你把自己的亲爹妈往外面赶，你是不是疯了？”妈妈哭着突然跪了下去：“童童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们对不起你，我们没条件。你爸爸身体不好，一直要用钱，你哥哥也没本事，挣不了多少钱，你是最有出息的，你不能不管我们呢。”爸爸杵着拐杖伸手去扶妈妈，老弱病残都被他们占全了。小区的隔音不算很好，顷刻间便引来了不少人看热闹。梁飞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责我：“家里面将所有的钱给用来供你读大学了，你才有了今天这么有出息的日子，你怎么能翻脸不认人呢？梁童，你不能没有良心，你不能丢下我们。童童，妈妈扯着我的衣角，是我们打扰你了，可你爸爸身体不好，要到城里面来治疗，我们一个人都不认识，你不能不管我们呐。”周围的人不明真相，还在指指点点，只言片语都像是一把利剑，不断地刺入了我的心脏，血淋淋的一片。我的父母拼命地将我往深渊里面拉扯，外面的人不断地将我往里面推下去。我都能想到，一会儿就有新的新闻了。某公司高管抛弃父母，将老弱病残的家人赶出了门外，指指点点的手指头都快要戳到我的脸上了。电梯门突然打开，走出来的那个人让我觉得更加的窒息，那种窒息让我恨不得一死了之。赵玉站在了电梯门口，瞧着眼前的混乱，双眸越发深沉。我的妈妈跪在地上抱着梁和痛哭流涕，我的哥哥梁飞站在旁边嚷嚷着我的罪行。爸爸杵着拐杖对我破口大骂，他生于阳光之中，何时见过这样混乱不堪而又市井阴暗的一面？何时见过父母将子女往死路上逼？那双目光赤裸裸的注视，如同密密麻麻的网。我像是困在了岸上的鱼，完全无法呼吸，在爱人面前打造出来的形象顷刻崩塌，连呼吸都变成了痛的。梁飞扯着我的袖子，大声嚷嚷了起来：“你是不是要将我们赶出去？我们将你养了这么大，血浓于水，你怎么做得出来这种事情？”我的目光一直都在赵玉的身上，他一身清白停在了走廊上的模样，与熙熙攘攘的人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宛如一场美梦，如我触碰不到的阳光。反正都这样了，我大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感觉。我一把推开了梁飞：“滚开！”我掀开了熙熙攘攘的人群，从楼梯冲了下去。这里是12楼，我像是发泄一般，飞快地跑了下去。天空灰白，乌云低压，下起了蒙蒙细雨，冷风窜入了鼻息，我才像是喘过气来一般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街道上车水马龙，三三两两的人弯着腰，
到处找地方避雨。飞驰而来的车辆溅起了水花，我站在雨中，眼前模糊了起来。从小到大受到的压迫排山倒海的而来，将我一点一点侵蚀。可那是我的亲生父母。如果有的选择，我愿意从来都没有来过这个世界上。看着飞驰而来的车辆，我缓缓迈出了一步，一只手猛地拖住了我，一把将我拽了回去。赵玉脱下了外套，披在了我的身上，他的眼中是我从未见过的慌张，声音都在颤抖。你干什么？疯了！我抬头瞧着他被雨水打湿的头发，伸手抚过他的脸颊，眼圈红了几分，低声开了口：赵玉，分手吧。他们是我的亲生父母，我逃不掉这个漩涡，我不能拉着赵玉一起沦陷下去。赵玉的手都在颤抖，他盯着我的眼睛问道：遇到事情你就想要逃？我记得你不是这样懦弱的人，我能怎么办？我还能怎么办？我几乎是咆哮出来的，心中的压抑宛如野兽冲出了牢笼一般。我一把推开了赵玉，那是我的父母，我能逃得了吗？赵玉伸手要拉我的手，我后退了一步。连你也要逼我吗？冷风袭来，赵玉站在风中沉默良久，满眼心疼。我缓缓闭上了眼睛。婚姻不是一场交易，我不喜欢赵玉因为疼爱和怜惜便拿出了那200万，他们是贪得无厌的，现在得到了好处，以后就会永无止境的索取，逼得人喘不过气，像是镶嵌入肉里面的蚂蟥一样。有摆脱的方式吗？有，只有切开皮肉，将里面的虫卵一点一点地取出来，将坏死的皮肉一点一点割掉，才能成功地获得新生。我淋了一场雨，人却好像清醒了不少。我推开了门，爸爸质问道：你还知道回来？我们都没有吃晚饭，还不去做饭？妈妈殷勤地推着我手，让我去休息，她来做饭就好了。她向来如此，表现得软弱而又无能为力，动不动就声泪俱下，以此来要挟我。可到了如今，我却觉得可怜而又可悲。我说：我跟赵玉分手了，你们回去吧。梁飞情绪相当的激动，一下子就从沙发上弹了起来，说道：为什么分手了？他们家连200万都不愿意拿，还是你想要瞒天过海，独吞了200万？200万，200万，在他们眼中，我就是200万，是摇钱树。妈妈在一边不断地劝说我，让我好好和赵玉他们谈，婚姻不是儿戏，怎么能说不结婚就不结婚？结婚？哼，他们是希望我结婚吗？是想要钱，想要咬上赵家。我不想跟他们多说一句话，转身往房间里面走。梁飞突然一把抓住了我：你跟赵玉睡了没有？你跟他睡，怀上他的孩子，他们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，就不相信他们敢不负责任？我像是堕入了冰窖一般，浑身寒冷，刺骨的不行。他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？他是疯了吗？他把我当什么？我一把推开了梁飞，冷漠地开口：你们要是回去，我每个月都给你打钱；你们要是住在这里，我就从这里跳下去，到时候你们1分钱都得不到。紧接着，我转身走了进去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。门口传来了梁飞的声音：要我们回去也可以，可我告诉你，户口本在我的手里面，没有200万，你想都不要想嫁给赵玉。我躲在了被子里面，一觉睡得昏昏沉沉，直到第2天上，开门的时候，屋子里面已经没有人了。桌子上放了一盘饺子，压着一张纸条：妈妈走了，你一定要好好吃饭，好好照顾自己。这内容让我的胃里面翻江倒海，我连盘子带饺子全都丢入了垃圾桶里面。望着满屋流下来的狼藉，坐在桌子前面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这像是绳索套在了我的脖子上，一点一点收紧，终有一天会勒断我的脖子。
我只能享受这短暂无比的安宁。赵玉来找过我，我没见他，也没有回复他的消息。我想冷静一下，可我怎么都没有想到，他们没有离开，他们还留在这里。他们找到了赵玉的父母，他们告诉赵玉的父母，我怀孕了。他们家是不是不想负责任？他们赵家也是有头有脸的人，是不是想被人看不起？我赶到的时候，妈妈跌坐在赵家的公司门口，声泪俱下。梁飞叉着腰，赵爸爸的鼻子说道：“你们家的人真不要脸！你儿子搞大了我妹妹的肚子，想要1分钱都不花就把我妹妹娶回去，没有想到有钱人也搞这不要脸的一套。”赵爸爸穿着西装，额头上的青筋直跳。赵玉立在一旁，大概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行径，紧抿着薄唇没说话。周围看热闹的人指指点点，仿佛不嫌弃事情大一样。突然，赵爸爸两眼一翻，猛地倒了下去，现场更加混乱了起来。赵玉将赵爸爸背了起来，想要往外冲，梁飞一把抓住了他。你们是不是想跑？是不是要装病逃跑？你们有钱人也搞一出，这简直就是想要赵爸爸的命。赵玉只好招来了保安，将梁飞拉开，飞快地往外冲。他与我擦身而过，目光与我对视的那一瞬间，我如同坠入了冰窖一般，浑身冷得发抖。我冲了过去，一把将还在胡闹的梁飞拽住了。闹够了没？闹够了没有？你们是不是要逼死我？梁飞并不认为这是错的，继续咆哮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彤彤，我们是为了你好，你不能被赵家的小子白睡，就算是要分手，也要分手费，对不对？我是你的哥哥，我能害你，能不害我吗？如果说我还对这份血缘还有一点点的期盼，那么在这一瞬间已经彻底消磨了，只剩下的恨意，虚伪的面孔已经扯了出来了，再装下去有什么意思？我看了一眼那些看热闹的人，那些闪烁的摄像头，冷笑了一声：“破罐子破摔，你们不就是想要钱？不就是看到赵家有钱，想要将我卖给赵家，换取高额的彩礼吗？我是什么？一个物品吗？我告诉你们，就算死，我也不会嫁的。”啪！爸爸抬起手，用力地给了我一巴掌。你是我生的，是我养大的。如果没有我们，你能读到书，能有今天，能攀上赵家这高枝？你翅膀硬了，亲生父母都不管了，胳膊肘往外拐了。我读大学用过你们的钱吗？从小到大，我在这个家吃的是剩饭，穿的是旧衣服，我给你的钱还不够还吗？不够！爸爸咆哮了起来：“你的命都是我给的，你活着一天，你就要养我一天。命，我有的选择吗？我能不来到这个世界吗？我几乎快要窒息了。我知道他们想要什么，你们先走，我手里面还有5万块钱，一会儿给你。”梁飞这才心满意足地抱着梁河往外走，嘀咕着说：“他就知道我还有钱没有给他们，不逼我一把，我怎么会把钱拿出来呢？”我盯着他们的背影，紧紧握起了拳头。我去了一趟医院，站在门口，小心翼翼地往里面看。赵爸爸是高血压犯了，现在已经清醒了，躺在床上挂水。赵妈妈在给他喂粥，他冷着脸，不悦地警告赵玉：“他们说什么都不可能让赵玉跟我结婚的，像是我这样的家庭，就像是吸血鬼一样恐怖，毫无下限。今日拿出这样莫须有的事情来闹事情，以后还会做出更加没有下限的事情。他们赵家清清白白一辈子，不像是我们家一样没脸没皮，市井无比。”我往后退了一步，转身往外走。对于今天的事情，我很抱歉，可我知道，我如果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，反而会刺激到他们。我连夜退了房子，搬了家，跟公司提了休年假。好在我的业务能力还挺强，
公司是舍不得我走的，大概是在网上看到了一些东西，老板给我批了1个月的假，1个月足够了。躲在新家里面，我将自己泡入了浴缸里面，缓缓闭上了眼睛，沉了下去。温暖的水将我一点一点包裹了起来，水漫过了鼻息，漫过了眼睛，真正窒息的感觉一点一点侵蚀着我，那种无边无际的无力感，那种想要挣扎却挣扎不出来，呼吸都变得急促的感觉，一点一点将我吞噬。那些不堪的记忆疯狂地涌现了出来，如同张牙舞爪的野兽一般，拽着我往下沉。哗啦，在即将窒息之前，我冲出了水面。既然来到这个世界，为什么要选择了结自己？这全都不是我的错。如果有一个人该下地狱，那绝对不是我。在我躲在屋子里面的第7天，门铃响了起来。谁送外卖的？我透过猫眼往外看了一眼，一个穿着外卖服装的男人，戴着鸭舌帽，提着外卖站在了门口。我松了一口气，缓缓打开了门。那个人突然冲了进来，一把抱住了我，惊恐在心中盘旋。我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。梁彤，你疯了！赵玉猛地仰起头，挣扎了一下，低垂着眼眸盯着我，眼中写满了担忧。我猛地松开了手，深呼吸了一口气。是你？你怎么找到我的？赵玉得意地晃了一下手中的手机。你忘记了，我们互相共享的位置。我沉默了一下，没说话。赵玉笑了一声。梁彤，我们都不是会随意放弃的人，你也不是粗心大意的人。我给你时间冷静了，想好了吗？我故作不懂，缓缓抬头看向了赵玉。赵玉靠近我，高大的身影笼罩着我。他一字一句地问道：做好了逃出来的准备了吗？我盯着眼前的人，心跳猛地加快了起来。赵玉，从我们认识开始，他就特别懂我。向前一步是光明，往后一步是深渊。可凭什么要我落入深渊？我猛地扑入了赵玉的怀中，紧紧抱住了他的腰，嗅着他身上熟悉的味道。给我一点时间。好，我等你。赵玉眼中的心疼都快要漫出来了。我踮起了脚尖，亲吻的他的唇瓣，像是安抚一样。我又接到了妈妈的电话，她说爸爸病了，住院了，希望我过去看一趟。我问她是不是出事了，她哭哭啼啼，唯唯诺诺的不敢说话。我又追问了一遍，她才告诉我没钱了。半个月的时间，妈妈的头发全白了，佝偻的像是一个70岁的老人一样。她牵着梁彤的手站在我的面前，哭着求我救救我爸爸。大厅里面人来人往，她声泪俱下，这就是她逼迫我的手段。可今日我确实没有办法了。我说我仅有的30万全都给你们了，我没钱了。妈妈瞪大了眼睛盯着我，你跟赵玉借一点吧，求你了。我笑了，他们都闹成那个样子了，我如何能开口跟赵玉借钱？笑死了。我问他，那30万就花光了。妈妈支支吾吾的不敢说话，倒是梁和一把抓住了我的手。姑姑，爸爸找了个新的妈妈，他把钱拿走了，说要娶新妈妈。我沉默了一下，低头盯着妈妈。原来梁飞在闹事的第2天，便在酒吧遇到了一个女人。这个女人自称家里面很有钱，是个富二代，还带梁飞去看过自己的别墅。梁飞深信不疑，女人还向梁飞透露出有意与梁飞在一起的意思。如果梁飞家庭条件不错，她愿意和梁飞在一起。面对这样一个肤白貌美的女人，是个男人都会动心了，更何况是那个在父母的保护之下长大的梁飞。于是梁飞从父母的手中要走了那30万不说，还拿走了所有的钱，买奢侈品包装自己，带着女人逛商场，进出高级餐厅，给女人送东西。妈妈也深信不疑，
觉得梁飞靠着那张长得不错的脸，能坐上豪门的乘龙快婿。妈妈翻出了那个女人的照片，递给了我，笑了起来，满脸的自豪。她说：“你看，这就是那个女孩子，多漂亮！有钱人家的女孩子就是不一样。女孩子穿着一身晚礼服，烫着大波浪，优雅而又美丽，一看便让人移不开眼睛。”我淡然地看了一眼照片，便收回了目光。妈妈拽着我的袖子说道：“彤彤，你把住院费交了吧？就看在我和你爸爸给了你一条命的份上，看呐，几十万全都给他儿子拿去挥霍，区区几千块钱的住院费都要我来出。”我没有拒绝，拿着钱交了住院费，又给了他1000块钱，告诉他这是生活费。随后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了。10天，梁飞就打电话来要钱。他说爸爸病犯了，要10万块钱治病。我拒绝了，我告诉他我的手中没钱了。在他的怒骂声之中，我挂断了电话。他不断给我发消息，说如果我不给他钱，他找到我一定弄死我。他说再不给他钱，他就去赵家的公司闹。他说不给他钱，他就让爸爸死在医院里面。我回复他，我没钱了，我自己都活不下去了，管不了别人的死活。赵玉正在做饭，手机不断响了起来。我看了一眼电话，没说话。他擦了擦手上的水，出来接电话。我缓缓走入了厨房里面，明明没开扩音，电话里面却传来了刺耳的声音。我听到赵玉说：“给你20万，你把户口本拿来换。”我切菜的动作顿了一下，沉默了地盯着菜板上的菜，心中情绪翻涌，如同一团乱麻。赵玉从后面一把抱住了我，亲吻着我的脸颊：“你放心，我会站在你的身后，把你拖出来的。”我抬头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，大概是平静的眼神让赵玉还有几分害怕。他说：“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情，你放心，我以我的人格担保。”我扑哧一声笑了起来。或许人生没有那么悲惨。不多时，我接到了妈妈的视频，她和之前一样，声泪俱下，痛哭流涕地求着我，求我救救我爸爸，说我爸爸真的不行了。当然，如果我没有看到爸爸抱着梁河正在喂饭的话，我就相信了。我说我没钱了，1分钱都没有了。妈妈突然急眼了，拿着一把刀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，用最凛冽的口气逼迫我：“梁彤，你是不是要逼死我？你要是不给钱，我马上死在你的面前。”凌厉锋利，如同一支箭雨插入了我的心脏一样。可我早就麻木了，平静地盯着他，好像他就算立刻死在我的面前，我也无动于衷一般。他见我这般平静，一改往常那种温婉的模样，咆哮了起来，说道：“你是不是要看到我们一家人去死？梁彤，你就没有心吗？你要是不给钱给我，我现在就……”赵玉突然从我的身后拿走了手机，他关掉了免提，不知道对着妈妈说了什么，没会儿便退了回来，将手机递给了我。他笑眯眯的，像是一个没事人一样，问我：“彤彤，今天晚上想吃什么？我来做吧。”我站了起来，反正这几天没事情做。好，赵玉没有拒绝，打开了电脑，坐在沙发上办公。阳光正好洒在了他的身上，给他镀上了一层薄薄的柔光，美好的宛如梦境一样。我围上围裙，他恰好抬头看着我笑，笑容温暖，驱散寒冬的冰雪。好的日子没有维持多久，不过半个月，梁飞又打开了电话，语气着急的不行。比起之前有过之无不及。你手上还有多少钱？全都给我。我面不改色地告诉他，我没钱。梁飞急眼了，怒骂了一声：“梁彤，你是不是想死？我告诉你，你不给我钱，我就弄死你。那你弄死我吧。”听到这句话，梁飞又突然转变了语气，
统统都是哥哥不好，你再帮我最后一次，我保证以后都不会向你要钱了，好不好？求你了，就一次。”啊！电话那边传来了噼里啪啦的声音，还有梁飞的惨叫声。我没再听下去，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。手机微信震动了一下，头像是一个女人。如果梁飞在，一定能认出这就是他所谓的新女朋友。他笑眯眯地告诉我，任务完成了。紧接着发在了几张图片和一笔钱。照片里面，梁飞跪在了地上，被人架着，牙都打掉了一颗，衣服褴褛的不像话。他说：“小彤彤，以后还有这种事情，一定要记得找我呀。”我笑了，怎么会还有这种事情？一次就足够了。没错，这一切都是我做的。这个女子是我从前通过赵玉认识的，她混迹在那个圈子里面，主要就是帮助那些女人处理坏掉的婚姻关系。她把自己包装的，让我第一次见到她都觉得她一定是富家千金，更不要说梁飞了。她带着梁飞出入高级会所，让梁飞感觉到了有钱人的快乐。当然，有钱人也会做一些有钱人的游戏，这不是梁飞消费得起的。可梁飞的性格我太了解了，他是经不起诱惑的，说什么都要玩的，一旦玩了一次就有瘾了，想要逃就难了。于是他越陷越深，掏光了家底。于是他四处要钱，要不到就借，借的数额他几辈子都还不上。不多时，我又接到了妈妈打来的电话，她哭哭啼啼地跟我道歉。她说：“梁彤，是妈妈对不起你，你哥哥不是个好东西，现在他欠了钱跑了，爸爸又住院了，实在是一分钱都没有了，求我去看看爸爸，给他们交一下住院费。”我沉默了，问他把钱打给他可以吗？妈妈立刻不答应了。我腿脚不方便，你来一趟，好歹跑一下腿，照顾一下你爸爸吧。我心中情绪翻涌了起来。妈妈，我给你1万，我不来可以吗？妈妈还是一口驳回，执意求着我去一趟。我挂了电话，收拾了东西，站了起来，往医院去。他们约定的见面的位置很奇怪，妈妈说怕我在医院里面找不到他，让我去医院对面的小巷子里面等着。我站在小巷子里面，眺望着医院，望着站在医院门口满头白发牵着梁河的女人，心中一片悲凉。突然，一个麻袋从我的头上套了下来，紧接着一个人拉扯着我一下子上了车，他用绳子把我捆了起来，随后开车飞快地离开了。我听到他打电话的声音：“赵玉，你的老婆现在在我的手里面，给我500万，我就放了她，不然我杀了她。你别跟我废话，你当初给了我20万，拿着户口本去领结婚证，还把她户口迁走了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天黑之前我看不到钱，我就杀了她，何其可笑！我的亲哥哥绑架了我，威胁我的丈夫，还是和我的妈妈密谋，见我骗出来的。车辆颠簸，一直到了郊外，梁飞把我从车里面扯了出来。周围是荒山野岭，天空低压，乌云密布，像是在酝酿一场大雨。梁飞一把拽住了我的头发，怒骂我没有用，连个男人都搞不定，怒骂我白来这个世界一场，怒骂我没能力没钱，害得他不能继续吃喝玩乐。他的脸上带着受伤过后的淤青，整个人身上布满了阴霾。我异常平静地盯着梁飞：“你怎么知道你没被骗？”梁飞愣了一下，瞳孔微微一缩：“你说什么？原来你也有狗急跳墙的一天，原来你也有爸爸妈妈保护不了你的一天。”我说不出来的畅快。从小到大受到的屈辱和不公平的待遇，好像在这一刻扑了出来一般。他们都爱说爸爸妈妈对你不好，也好歹生养了你一场，你不该这样无情。可惜了，我宁愿他们没有生我，
没让我来这个世界上承受这些痛苦。梁飞愣了好一会儿，一巴掌打在了我的脸上。梁童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你这个贱人，你信不信我杀了你？证据呢？我抬起下巴瞧着梁飞，是他主动追求那个女人的，是他自己送东西的，是他自己去玩的，没有人逼他，没有人骗他，一切都是他自愿的。梁飞又一巴掌打在了我的脸上，那张脸上布满了阴霾，像是要杀了我一样。梁童，就算我滚下去，也要拉着你一起，我们血脉相连，谁都不要想好过。我嗤笑了一声，能不能拉下去，就是你的本事了。赵玉带着人及时赶到，他提着一个保险箱下了车，停在了离我约莫100米的位置。这里面是500万的支票，你过来拿。你放在地上。梁飞格外嚣张，像个法外狂徒一样，用水果刀架在了我的脖子上。赵玉举起手，后退了几步。梁飞要挟着我靠近保险箱，他一只手松开了，我伸手去拿保险箱。我一看，立刻挣扎了一下，往旁边倒下去，想逃。梁飞现在恨透了我，他既然猜到了，那就是要让我去死的。梁飞夹着保险箱，一把抓住了我的头发，水果刀猛地刺向了我，怒吼了一声：“去死吧！”我飞快地在地上滚了一圈，想要避开梁飞。与此同时，埋伏起来的警察飞快地冲了过来，一把按住了梁飞。只是我的手臂还是不可避免地被梁飞刺了一刀。赵玉冲了过来，一把抱住了我。梁飞被抓了，他面露凶相，不断地向我咆哮着：“一切都结束了，都结束了！”爸爸妈妈求着我的原谅梁飞，毕竟梁飞是他们唯一的儿子。我说，一开始我问妈妈，我可不可以不去的时候，已经给过他们机会了。梁飞如今的模样，全是他们纵容的错。梁河的妈妈听到了这个事情，她要把梁河接走，我补偿了他抚养费。她哭着告诉我，一开始她就想带走梁河，在这种家庭下，梁河只会被毁掉，父母怎么都争不过他。最终他将梁河接走了，父母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学到了，开始在网上卖惨，网暴我，以此要挟我。我默默地将那天他们在公司闹事情的视频发了出去，还有妈妈以死相逼的视频和录音全都发了出去。与此同时，警方公布了作案的全程，就是没有指出是妈妈把我骗出去的。大家也不是傻子，怎么会看不出来？我从没有想过将自己的事情公之于众，可是他们却不断地逼迫我，借着给我了一条命来伤害我。那我不介意解开了这层虚伪的面纱，让大家看看谁才是受害者。父母身上没钱了，灰溜溜地回到了乡下。梁飞宣判的第2天，就是我和赵玉的婚礼。知道了前因后果，赵玉的父母更加心疼我，支持我们结婚。婚礼当天，艳阳高照，牵着赵玉的手，在祝福声之中，站在了阳光之下。我松了一口气，这本就不是我们的错。愿每一个身在沟渠之中，被不公平待遇的人都能站出来，勇敢地回击回去。下面我们来听第2个故事。我离婚了，确切来说是被离婚，后来才知道是我的前夫林氏集团继承人林俊泽有了新欢。这新欢据说是公司财务一枝花，地下情多年，终于上了位。说来男人也薄情，他追求我多年，我同他在一起了，他又要移情别恋，也罢，男女之情不也就那样。我收拾了行李，搬出了银聚祥底，那座600平米的大宅。那时人人都说我嫁他是为了钱，其实我嫁他真的是为了钱。我唯一的亲人弟弟小峰那时在工地打工，供我念书，遇到意外，治疗费用要150万，幸好林俊泽出了这150万。虽然条件是和他结婚，
可是嫁入豪门，怎么算也是我占便宜呀。只是这段短暂的婚姻确实不愉快。算了，我还有工作，且处在上升期，我去租了个小房子就回办公室工作了。平静的情绪让公司老总苏玲芳都有些诧异，要不要放你几天假？要不要请全公司的去唱 K 吃饭？我有点感动，甚至想流下2滴鳄鱼的眼泪。早知道这姐们可是全是医药行业最出名的周扒皮加葛朗台。不用，我再看一份新药注册报告，实在不想听她鬼扯。哎呀，离婚有什么？你看我离了婚才找到了幸福呢。我下次专门给你安排有帅哥的项目，保管你挑花眼。你知道一个不需要安慰的人被强行安慰是什么感觉吗？大概是白眼快翻上天了吧。好的，有帅哥尽快给我安排，争取和芳姐一样，找个小10岁的帅弟弟，小你10岁的得去大学找。美的你。不过你明天要见的这顾总是个青年才俊，你可要抓住机会了哦。苏玲芳说了一堆有的没的，终于施施然离开了我的办公室。我摇了摇头，世界上总有人把爱情当回事。苏玲芳那小男友明摆着就是图她钱，就他那么乐此不疲，还是工作和钱是真的。再攒几年钱，我就能买套自己的小房子了。期待啊！离婚次日出差的，或许只有我了吧。前夫的司机想来给我送东西都找不着人，虽然没有伤心，可是这场婚姻确实也伤我不浅。几年来，为了显示我没有当寄生虫，豪宅的水电费我出，我们小家庭的生活费我出，就连大家庭之间的人情往来也是我出钱。谁让我前夫是个给家族企业义务劳动的二世祖？他们还美其名曰以后林氏集团可都是你们的。财产分割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水电费压根儿不算数，买菜钱也不算数，算来算去都是夫妻共同财产。最后给我算了个净身出户，谁让我没有及时生孩子，让林老爷子及时抱上曾孙，其实也不大可能有孩子。我和林俊泽的新婚夜并不愉快，之后我就总躲着他，他总说他会慢慢等我，可是一转眼他又说林老爷子得了老年痴呆，今年必须抱上曾孙，3代单传，他也没有办法。其实我都理解，他有需要正常，他为了去找了其他女人也正常，甚至我依然感激。当年即使是在弟弟自己出现重大操作失误的情况下，仍然给足了我弟弟所有的治疗费用，只要他不要再说爱我，这样就最好，放过我也放过他自己。其实我们是真的不合适，唯一庆幸的是我因为舍不得自己的专业，依然留在原来的公司工作，否则我这是离婚的同时还得加失业。我可是北大医学部的，可以离婚，怎么能失业？算了，一切朝前看，这次的单子就很值得。该市的大型国企华林医药集团获批了个一类新药，因为产能不足，打算委托生产。我们公司正好产能过剩，谈下这单，抽个20-30万没问题。我带着2个小弟雄赳赳气昂昂地冲到 S 市时，才发现要来委托生产的有10来家公司， S 市的国企就有2-3家，不要说开单了，我这计划书送出去都不知道有没有人看。我说苏玲芳怎么突然变大方，给我允诺的抽点高了3倍，感情这单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！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！我就是那个勇夫。我硬着头皮开始联络关系，好在我在 S 市念的大学，给我留下来几个从不联系的大学同学。硬着头皮一个个电话打过去，终于联络到大学隔壁班的王晨的3姨妈的2舅的5儿媳的表弟，
正是华林集团的副总监、研发总监。王晨也算热心，还给我们约了个局，说让我自己和他谈。我当然不能放过这个机会，带着材料就雄赳赳、气昂昂的去了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！一到饭局我就僵住了。好久不见的不止王晨，还有顾颖舟，那个曾经和我一起被公认为金童玉女的搭档。早知道是顾总，我们自己联系就好，何必大费周章呢？哈哈哈哈哈！我摁下自己的心猿意马，故作平静。话说出口是有点油腻。是啊，你要找我什么事，我会不答应吗？顾颖舟还是一样油腻地给了我一个 wink。我在一脸满不在乎，也掩饰不了我看到他时的心动。我和顾颖舟相识在是善德医药公司，他先来，我后到。我叫他师傅，他带我做了几个项目，一起创下公司纪录。彼时男未婚，女未嫁，公司里的人也能看出点什么。可是我那时已经答应跟林俊泽在一起了。知乎上不是有个热门问题，有男友之后你会怎么做？可是我能怎么做？顾颖舟又没说他爱我。我们一起加班到深夜，一起在 KTV 里合唱《花好月圆夜》，那又怎样？顾颖舟从没停止相过亲，永琛贸易老总的女儿，还是某银行大佬的妹妹，他倒也不避讳，常跟我聊起来。你有男友吗？如果把这句八卦作为试探，那实在是他喜欢我为数不多的证据。林俊泽，我老老实实回答，却希望从他眼里看到一丝失落。哦，那你可以呀。他神色如常。是啊，我有什么不可以的？林俊泽是房地产巨头林氏集团的独子，是响当当的太子爷。他大学时候却对平凡我一见钟情，苦苦追求。我大四毕业那年接受了他，当年要不是你不给机会，我也不会担到现在呀。觥筹交错间，王晨开起油腻玩笑来，我不想理，却看到顾颖舟看着我笑，我总是忍不住自作多情。晚上沈总送顾总回去吧，边上的小弟挤眉弄眼，要我找个地方给顾颖舟看材料。好啊，顾颖舟答应了。原来他难得答应什么，跟我单独做些什么都快快的，好像想跑。如今大家都成熟了，真好，不然找个地方给你看计划书。我看着他俊秀的眉眼因为酒胀得通红，嘴上却要假正经。好，他不别扭多了。噔噔噔噔噔，刚坐定，我计划书还没拿出来，手机就响了。正是我那无缘的前夫。沈媛媛你好，我是俊泽的太太吴小黎。当年你弟弟的事故主要是自己操作失误所致，所以集团财务批下来的赔偿金只有30万，但是俊泽给了你150万，这挪用的是公司的公款。最近集团打算上市，审计进场发现了这笔亏空。说完这一段，他停顿了几秒，似乎在等我回答。好，我尽快还你钱。我直接挂掉了电话。无论如何，小峰康复了，我都要感激林俊泽。这笔钱我原本就应该还给他，只是我买小房子的计划就要推迟了。我们继续。我定了定心神，只同顾颖舟解释了我的计划书。好，我们回去议一下。离了。临走前，顾颖舟一脸满不在乎地问我：好。不过接下来1个月，顾颖舟那边一点消息也没有。我带着团队回了 A 市，是那边传回来的消息，几个国企老总轮番轰炸方董事长。秦德药业对这个项目几乎已经志在必得。每次问顾颖舟，他的回答却总是让我再等等。苏玲芳着急了，带团队杀过去，搞定方董。苏玲芳一句话，我就得跑断腿。如果拿到这30万，也算值得吧。把宁夏、玉飞、洛伊带去，
这次不是去做事，哄高兴了方董，就什么都成了。他把公司公关部3大美女都指派给我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方董8成是个色鬼，上不得台面的事，苏玲芳比我擅长。他约好了局，我带人去就行。好死不死，顾影洲也在。你来了，他毫不意外。师傅，我的声音小的和蚊子叫似的，我不想让他看到我卑躬屈膝的那一面。三旗药业3大美女祝方董一年更比一年帅，更有男人味哦。3大美女倒是如鱼得水，轮番上阵。传说中的色鬼老头却不为所动。我正准备偃旗息鼓时，方董指了指我说：“你怎么不喝？”方董，我以茶代酒，敬您，祝您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酒场上的摇尾巴，我也不是不会，只是我酒量实在太差，玩不起啊。过年嘛，小姑娘不懂事啊。场面忽然冷冰冰的。方董，人家研发总监，北大医学院，靠技术吃饭的。顾影洲立即帮我打圆场。哟，你还挺知道这位美女的呀。老同事了，承蒙不弃，他叫我一声师傅。你的老相好。方董挑了挑眉，一脸意味深长地看着我俩。妹妹真好看呐，竟然是北大医学部毕业的，看不出来呀。边上华林集团另一个副总陈树瑜一脸油腻地给我倒酒，他一边倒酒，一边假装不经意地拿手蹭我的手。陈总，我徒弟脸皮薄，要喝酒还是我替他。说完，顾影洲把酒杯里的酒也一饮而尽。顾总，你是人家什么人啊？就替人喝酒？感觉陈总是顾影洲的死对头。酒席上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，人家可是林氏集团继承人的太太，你算什么苍蝇蚊子啊？哈哈，陈总在边上故意放声大笑。林氏怎么了？像华林这样的医药独角兽，民企永远难以企及。边上那个戴眼镜的 HR 总监酸不溜秋。你想要做华林的生意呢，就得把我们方董喝高兴，其他不相干的人和事都不好使。小沈，走一个。正说着 ，HR 总监的酒杯就伸过来。好，我实在逼得没办法，只好把那又辛又辣的白酒吞进肚里，一时间呛得满脸眼泪，满脸通红。我撑着残存的理智和他们笑了笑。姐，你要不要先去休息啊？3大美女看出来我不对劲。哎，不就喝了一小口，哪有那么厉害？小沈别装哦，多一点坦诚，少一点欺骗。这帮高层左一句右一句，我这浅酒量早已不知。你们带沈总回宾馆吧。不知道我在桌上趴了多久，隐约听到顾影洲在和3大美女交代：别呀，咱们还有下一场呢，要送沈总师傅去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我迷迷糊糊，总之好像是顾影洲把我弄回了宾馆。其实这么多年来，这是我和他最接近的时候。虽然我烂醉如泥，但我永远记得，那是我最幸福的一晚。我昏睡了10几小时才醒过来，醒来时顾影洲早已离开，我竟然有些失望。幻想什么呢？他从前就不可能喜欢我，现在离了婚了，更不可能了。只是我忽然明白了，或许婚姻还是应该有爱的，因为昨夜的我并不像新婚夜时那样紧张的浑身发抖。原来我没病，最后这块项目真的搞定了。只是定稿的计划书被改得面目全非，我开始有些不悦。后来想想，甲方爸爸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孔方兄最大。我得到了那30万，正好150万，够得上我喜欢的那个小房子，却也刚好够还给林家。我把钱打给了林俊泽，我不喜欢欠人钱，所以工作上我只能更拼。华林新要的 case 我只能继续加班干。好在华林集团也很重视，特意派了高层过来压阵，
不幸的是，这人又是顾影洲。更不幸的是，我是和他潜规则拿到项目的绯闻，不知道是谁传播的，到处都是。我怀疑水族箱里的热带鱼都知道了。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人们都只想听到自己想听的故事。姐们，小心啊！顾影洲可是著名的花花公子啊！苏玲芳也听说这个离谱传闻了，好心好意过来提醒我。我和他哪儿有啊？那天他是送我回宾馆而已，不知道否认了多少次。我已经有点不耐烦了。不过苏玲芳似乎很了解他，他很多桃花运吗？我假装不经意地发问，谁不知道他相亲相过是一大半的未婚女孩呀？苏玲芳突然盯着我，审视半晌，才问道：“听说他当年在世的时候遇到过一个很心动的女孩子，可惜人家早早嫁入豪门。”我不知在自作多情什么，赶紧移开了目光。你原来是不是和他在一个公司啊？你说这人是谁呀？有这回事？没听说呀。我为了掩饰心虚，假装平静地拿起边上的茶杯喝水。这是我的水杯，苏总啊，能不能把对我们的关心转换成经济待遇呀？善德医药当时究竟有几个未婚的女孩呀？我扳着手指在那儿算苏玲芳提到的顾影洲当年喜欢的女孩，当然怎么算都是我自己，因为世界上三大错觉，第一个就是喜欢的人喜欢自己。我是真的很喜欢，很喜欢，很喜欢他，手把手带我做项目的他，替我兑绿茶的他，一起聊加缪的他，我们一起熬过的夜，喝过的咖啡，一起翻山越岭。或许我是遇见过爱情的，只是我没有勇气去赌一份未知的感情，都是自作多情吧。华林集团研发总监过来对接具体生产细节，前台小妹一蹦三跳的过来报告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来人就是顾影洲，只收拾了报告准备过去。圆圆姐，你的男朋友好帅呀，比林总还帅！前台小妹低声在我耳边尖叫。他不是。我无语地转过头，正想反驳，结果迎上顾影洲的目光。上一次见是在宾馆里，我感觉到他也有些不自然起来。顾总座，我故作大方地安排。好。我用余光瞥了顾影洲一眼，剑眉星目，遇事冷静果决，只让淡淡的胡渣把白皙的皮肤染出一片青，却透出来成熟稳重。我当年是怎么教你的？换发酵罐是大变更，要上报要煎的。你这边还有几个辅料？你用的型号不对。来不及欣赏顾影洲的盛世美颜，就被他一阵轰炸。难怪当时的计划书被改得面目全非，谁让你计划书写的漏洞百出，还好意思催？看得出来，顾影洲是真的挺生气的。师傅，我错了，赶紧认错为妙。难怪当时迟迟没有消息，是我误解顾影洲了。你又这样虚心接受，屡教不改。顾影洲训我的时候，爹味真的很浓。大庭广众之下被他质问，身为本公司研发总监的我，真的下不来台。师傅，我们去我办公室谈如何？顾影洲不知道在想什么，脸忽然红了，却点了点头。我独处的时候，我正在自顾自地泡茶，顾影洲却好像有些欲言又止。师傅你要说什么？被他威严轰炸了一番，我倒是立即有了眼力见。圆，那天晚上，顾影洲吞吞吐吐。嗨，我那天晚上都断片了，胡说八道了什么？你别在意啊。你忘了我没胡说什么吧？没，以后你自己在外小心点，别人让你喝你就喝，自己的酒量自己不知道吗？气氛又尴尬起来。我和他各自挪开了眼神，可是我心里暖乎乎的。可惜了，教育我那么多，结果第一个给我找麻烦的就是他，顾影洲。就因为那晚的绯闻，
林氏集团的竞争对手在外散播，说林氏集团继承人也是 CEO 面临离异。这传闻里最恶毒的在于，林氏集团正准备上市 ，CEO 如果有婚姻问题，可能会影响公司的股权结构。一般证监会会亮起黄牌，要求延缓上市。可是上市的财报烧了多少钱？延缓1个月又得多烧多少钱？所以我理解林俊泽不想公开离婚信息的原因。可是现在怎么办？000，林俊泽的电话过来了。沈媛媛，你要不要脸呢？刚离婚就和别人开房，我们得查查你是不是婚内出轨了。接起来是林俊泽他妈，他妈在家向来说一不二，骂起我来自然也厉害。妈，电话后面我听到林俊泽在抢电话，不过失败了。阿姨，我们离婚了，林俊泽有老婆，我干什么？你们家管不着吧？你什么态度？俊泽还说要接你回来，我看是没必要。接我回去做什么？做小老婆吗？阿姨，咱们好聚好散，留点体面吧。我们这样的家庭，俊泽多找几个女人不是很正常吗？他找你是你的荣幸。啪，说完我就挂了电话。钱公公就是个花花公子，婆婆只生了林俊泽一个，公公的私生子可是一大堆，所以林俊泽这个唯一继承人的位置并不稳固。他其他小妈生的几个弟弟都已经有孩子了，爷爷身体已经不好，马上就面临分家产的事，这也是他急着要孩子的原因。000，电话又响起来，林俊泽的特助于晨，圆圆姐，你被人下套就算了，为什么连累林氏？你还是自己去澄清一下，就说因为你出轨，已经净身出户，颐指气使的，还让我往自己身上泼脏水，他们怎么想的？你觉得我会同意吗？林俊泽出轨，私生子都有了，还要我倒说自己？你不同意的话，公司说你当年挪用的公款的事，就只能公安件了。哦嚯，原来是抓到我的小啾啾，当年挪用的人是林俊泽，公安要找是不是会先找他？何况我已经把钱还给林俊泽了，你们先去问他。我脊背一凉，如果知道林俊泽这笔钱是挪用公款来的，我卖血也不能接。当年这笔账就怕林总吃亏，会计做了借项在你名下的。听了一会儿，我才算明白，于晨结结巴巴，后面一定是吴小黎躲在后面教。吴小黎当年就是公司里的会计，吴小黎早就算计得清清楚楚，只是我没想到，除了吴小黎，林家为了集团上市，可真没放过我。那女的就是沈媛媛，长得还挺正经的呀。这天我刚到公司，就感觉身后的人都在议论我，出什么事了？沈媛媛，你在搞什么？现在华林集团要终止合作协议，且拒绝赔偿，理由就是因为我们的过错影响了他们公司的股价。什么？你自己好好看看。我一头莫名其妙地接过苏玲芳的手机，里面的内容简直让我发抖。林氏集团豪门媳妇沈媛媛挪用林氏公款被发现，紧急现身华林集团副总获救补亏空。后面附上的照片是我和顾颖洲在酒店走廊里的监控截图。为了不影响上市，林氏把所有脏水泼给了我，也怪我佛系。林俊泽出轨的证据也一点不留，现在林氏可以马上公开和我离婚的消息，让我净身出户，完全不影响公司前程。苏玲芳暴怒地摔掉了我满桌的文件，要我自己这事解决，否则项目是小，医药反腐是大。华林集团可是国企，潜规则、权色交易、甚嚣尘上的医药反腐，随时可能把我们送进去吃牢饭。我好想哭，也真委屈，可是有什么用吗？从父母离开那日起，
我就应该知道，眼泪对这个世界无效。现在怎么办？林俊泽又开始给我打电话，我不想接，因为不知道那后面是他母亲还是他老婆。一场有名无实的婚姻，说来是豪门，可我得到了什么？我漫无目的地走在 A 市的大街上，米粒般的雪花悠悠地从天而降，好多人在惊喜地尖叫。这场景真是又美又绝望，就像高三那年冬天初雪的日子。爸妈，你们离开13年了，如果你们还在，一定会替我一起想办法，对不对？那年我是 W 县状元的预备役，清华北大不过是囊中取物，全家都在为我的前程努力。怕学费不够，父母放弃了利润微薄的卤味店，一起到工地上打工，想要赚快钱。那天，有人从工地上带回来消息，说我爸妈在工地受了点伤，已经送到医院，要家里人过去处理。我和弟弟急匆匆到了医院，却没看到父母。有个经理模样的人出来安抚，说父亲是意外跌落在钢筋丛里，母亲着急去救，却也不小心整个人被钢筋扎穿。所以人呢？我扶住瘫软的小峰质问来人，已经送到了太平间。啊！小峰大叫一声昏了过去。我只能先跟着他们去认人。到了太平间，我见到一丛纵横的钢筋，还有血肉模糊的父母。爸妈，我再也忍不住跪在地板上痛哭。太平间里弥漫着浓重的血气，我控制不住的一阵干呕。沈小姐，节哀。那个经理扶住我，一脸诚恳的要和我谈赔偿。赔偿多少钱能换回我爸妈？我付，我只想要他们回来。我没法想象父母死前经历了什么，有多痛。可是听边上的工友说，我爸妈惨叫了许久，最后拉到医院，医生摇了摇头，只给他们打了麻药，钢筋贯穿身体，即使还活着，也只是煎熬。过不了几时，他们就会因为感染和脏器衰竭离开人世。好在他们没有坚持太久。我到医院的时候，看到的只是冰冷的遗体。后来，当时的工地拿出来100%的诚意，赔偿了我们50万。那时的50万，已经超出了所有其他事故的赔偿额度。那年高考虽然有些影响，但我还是考进了全省前150名。因为父母的事，我想要学医，也就报了北大医学部。后来调剂到了药学专业。为了继续学业，我在勤工俭学。而小峰说自己不是读书那块料，也早早出去打工，每月给我寄钱，还说要供我去国外念书。我们都默契的没有动父母的赔偿金，那是父母用命换来的钱，我们不能用。后来也是在北大，我遇见了林俊泽，他是以外籍进入北大的，能力水平差了我们一大截，所以辅导员安排我们结对子，让外籍学生教中国学生英语，让我们辅导他们其他课业。不过到林俊泽这就有点好笑了，他只是外籍，可是英语和专业是一个不行。我耐心辅导了他1个学期，他学习没什么进步，倒是缠上了我。我当然不会接受，甚至连结对子都不想干了。不是因为其他，而是因为我知道了，父母出事的工地是林俊泽家的林氏集团的工程，杀父杀母之仇啊！林俊泽也知道，我不知道他是为什么像只苍蝇盯着平凡的我不放，我始终不肯接受他。当然，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怎么嫁得豪门？何况林俊泽虽然英俊帅气，可是真的只能说是绣花枕头。直到大4那年，小峰为了挣给我去国外的留学费用，被人骗去传销组织，是林俊泽花尽心思把小峰赎回来。我终于感动，他又把小峰安排在自家工地，做了收入最高，但是风险也比较低的工程监理。
我当然感动，也没有理由不接受他。他真的是一个又善良又温暖的人。他对我的好，在有些瞬间也会让我恍惚，仿佛在他这，我可能得到许久不见的家的温暖。或许跟他在一起会幸福，那就是一世吧。我点了头。我们以情侣为名，交往了几年，平淡如水。我这样从小好强的女孩子，又怎么会喜欢一个平和到有些懦弱的富二代呢？后来，其实林家是不同意我进门的。郭氏、九龙、出路，哪个集团没有千金可以联姻？林俊泽为什么要娶我这个孤女？北大又怎么了？拿着外籍，这帮二代哪个不是国际名校？我在那时候真的看到了无法跨越的阶级鸿沟。好在我本来也不怎么喜欢林俊泽，更是找不到坚持的理由。如果不是小峰在工地上因为擅自去操作那个高压电箱引起重大事故，我想我可能根本不会嫁给林俊泽。小峰出事时，我把父母的50万赔偿款全部拿出来，可依然杯水车薪。林俊泽以赔偿的名义要给我150万，大致够得上小峰的治疗费用。我说不能欠他这么多，他还要我嫁给他。话已至此，我如何敢辜负？如果没有林俊泽，按小峰的情形，也就是人道主义赔偿，数额超不过30万。也不知道林俊泽怎么说服了他父母。总之，灰姑娘嫁了豪门。当时我的同学多羡慕我呀，都说读得好不如嫁得好，只有我自己才知道，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，每天还要奔忙于各种大家族的纷争里，真的毫无意趣可言。所以离婚是我愿意的，所以事业才是我不可或缺的部分。可是正在医药反腐的风口浪尖上，这段桃色新闻要是坐实，大概率会被当典型案例，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我从此就不必在医药行业里混了。我去干什么？去海南找小峰当导游。事故之后，小峰踏实多了，导游干得风生水起，还是去外省找个药店当职业药师。我这学历虽然只是本科，但也还蛮唬人的。否则，这豪门的针对我一个小平民，是有什么招架的余地吗？000，我的手机铃声又响起来，能是谁？林俊泽，他妈，他老婆苏玲芳，还是顾颖洲？掏出来一看，结果是王晨。喂，那个老同学，我三姨父的二舅的五儿媳他妈找你。喂，你就是那个什么圆圆是吧？我还没反应过来，电话那头的人就嚷嚷起来了。你和景洲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那天晚上是他强迫你的。晨晨说不是这样的呀。那景洲为什么要乱说的喽？什么意思？阿姨您说慢点。我有些迷糊，也有些担心，不知道顾颖洲究竟出了什么事，他要向公司澄清。你是被他灌醉的，不存在潜规则。结果他们公司为了声誉，报警把他抓走了喽。现在只有你能救他了呀。当然不是，他在哪儿？S 市向阳路派出所。顾颖洲，你发的什么疯？我开着车冒着雪冲到了 S 市，身份证出示一下。你就是沈媛媛？对，我能见顾颖洲吗？不能，他被留置了，正在接受调查。主办的警察点了一根烟，悠悠地跟我谈话。其实你不找上门，我们也得去找你。华林集团的顾颖洲今天来自首，承认近期甚嚣尘上的华林3起潜规则案是自己下药迷奸你。如果你是自愿的，那这件事就会涉及医药腐败。华林集团是国企，本省纪检部门会直接介入彻查腐败情况。你对此有异议的话，最好能把事情解释清楚，不然你也得留置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他在暗示我这件事没那么简单。难怪顾颖洲要出来认这么个人，扎的罪名
否则纪检介入，整个集团都会陷进去。那个方董就明显不经查，所以集团这么不管不顾，汽车保帅，他们甚至有把握。我也不会站出来否认，毕竟这个故事，其他人都会被洗白，合作可以继续，纪委可以打马虎眼，除了顾颖洲，他会坐牢，会声誉全毁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好事，如果不来这，我还想不到这个难题的题眼在哪里。顾颖洲只是送喝醉酒的我去酒店，我们是清白的。哦，有证据吗？几个年轻的小民警叽叽喳喳的在一旁笑。有什么？你找法医来。女法医，我和他讲，我不想和陌生男性说我的隐私。我有证据，我还是处女，可见阴道前膜。女法医面无表情地出具了一份报告，其中有这么一句话：一屋子的警察鸦雀无声，强奸罪最重要的构成要件成立不了，权色交易也不行。华林集团的法务听说我在替顾颖洲翻案，急匆匆要过来劝我。沈媛媛，那个还没等他开口，主办警察把他拉到一边，说了几句，他也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。不过所有人的表情都松弛了下来，顾颖洲应该能被放了出来了。不过我还来不及见顾颖洲，就被林俊泽父亲，也是我的前公公林良书带走了。走吧，我们聊聊。好，林董嫁进林家3年，他从不让我喊他爸，当中的疏离可见一斑。沈媛媛，你知道因为你，我林氏集团最近股价蒸发了20%吗？归根结底，还是你自己跟顾颖洲之前不清不楚，才让人抓了把柄。我来不及分辨，林董事长强势的大帽子又压过来。可是，确实一切都是因为那场饭局而起的。我不得不承认，舆论会到今天这个地步，确实不是林家发起的，也不是林家愿意的。林家只是在复杂的形势里破釜沉舟，牺牲掉所有对他们不利的人和事。今晚的闹剧，我们会花钱摁下来。你和俊泽曾经的事，不能成为伤害他的利刃。你挪用公款的事，也没什么好追究的。我低着头，听林董事长说话，他会找我，一定有什么目的。你嫁给俊泽3年，也是我家半个女儿，我也不忍心看你被人利用。一向最瞧不起我的林董，竟然打起了感情牌。你知道顾颖洲和我什么关系吗？我一怔，我只知道顾颖洲从小父母离异，就剩他母亲把他拉拔长大，家徒四壁，生存艰难，能和林董攀上什么亲戚？我是他父亲，我在他3岁那年同他母亲离了婚，他母亲带走他，改了姓，再也杳无音信。这2年，他自己找到了我，说想认祖归宗，我夫人不同意，他也想了些法子。说到这里，林董挑了挑眉，抿了一口茶，想了些法子。我忍不住在心里重复了这句话，不提他了。是俊泽托我来的，说一定要跟你解释一下，他和吴小黎，是吴小黎算计，得了一个孩子。你嫁到我们这样的家庭，要有容人大量啊。我再听不清林董在絮絮叨叨说什么。顾颖洲是林家人，他为了认祖归宗想了些法子。仔细回忆起来，我和他之间，他确实有些刻意，也许正是这些刻意，给了我他喜欢我的错觉。原来都是为了回豪门，想了些办法，就这么简单的真相，我也没看明白，还自作多情，觉得他喜欢我。我一个人浑浑噩噩地走出茶楼，去找林俊泽吧。如果没有爱情，我总不能让自己一无所有。找林俊泽，跟他谈好条件，我就不会因为挪用公款的事进去了。至于顾颖洲，就算我误解多时，他也救过我，我也还了他，两清，挺好。林俊泽，你在哪？圆圆，你终于肯见我了。
林俊泽的声音又冷又疲惫。他说他来找我。好，我在咖啡馆等他。路面上薄薄的雪被人踩出黑灰的颜色。其实我也在等顾影洲给我来个电话，哪怕是道歉，哪怕是告知。可他没有，好像我和他不过互不相欠的两个陌生人。我望着玻璃窗上映出的自己，露出一个苦笑。圆圆，别闹了，跟我回家吧。林俊泽一脸疲惫，开了2个小时的车来了，但是那么执念地找我，却没发现我今天穿得太少，手和脸冻得通红。俊泽，你真的喜欢我吗？我真的好想问问他。我们婚姻3年，从未有过夫妻之实，他明明都已经有了其他女人，为什么就不放过我？这么多年，你总是一遍一遍地问我这个问题。林俊泽双眼通红地盯着我。我为什么一遍一遍问？因为我从来没有在他这里感受到过感情啊。你是不是因为我父母的事，对我心怀愧疚？我终于问出来，我最想问的那句话，明明无比疏离，却非要绑在一起；明明没有爱情，却非要故作深情。他为我对抗了家庭，这么容易自作多情的我，却感受不到一丝丝爱意。他从来感觉不到我的喜怒哀乐，从来没能让我感受到他在关注我。他嘴上说着离不开，可是我真的觉得他就连自己都在勉强啊。从前我不想戳穿，是因为我们还有婚姻，而今是不是彼此都要对自己诚实一点？他背过身去沉默了许久，这沉默不就是承认？俊泽，我们一别两宽好不好？你也不要勉强自己。我拉了拉他的衣角，无论如何，我知道他是个好人。这么多年，他一直在想办法弥补我们一家人。或许再给我们一个机会，我们可以的呢。我答应过你父母，要让你一辈子幸福的。林俊泽转过身来，红着眼睛看着我。有些幸福，你真的给不了我。我笃定地告诉他，也告诉我自己。结婚3年，相识10载，或许我们都要认清的现实就是，有些人是真的不会有火花的。我伫立在咖啡馆门口，向林俊泽招手告别，和林俊泽分了手。咖啡馆也到了打烊的时分，这场闹剧该谢幕了，一切都要回到正轨吧。三旗药业的业务依然繁忙无比，委托生产的 case 还是继续下去了。只是为了避嫌，我和顾影洲都没有参与其中。听人说，顾影洲回去以后，集团内部狠狠肃清了一大批人。顾影洲虽然没有搅进腐败漩涡，却也离开了华林集团。吴小黎后来生了个女儿，也和林俊泽把小日子过得热热闹闹。我去看过他们那个小丫头，让人喜欢的紧。圆圆，什么时候找个好人嫁了呀？看你抱着我家宝宝不肯撒手，真让人担心你要偷孩子。林俊泽一脸得瑟，吴小黎又大腹便便的起来，只在一边偷笑。吴小黎或许是害怕林俊泽对我不死心，疯狂给我安排相亲局。丽品的老总，宣梦的太子爷，他简直把省内所有有头有脸的家庭都排了一遍。我原本不想去，可是吴小黎告诉我，忘记一段感情最好的方法就是开始一段新的感情。那就去吧。你好，我是。可是每次相亲就好像有什么魔力似的，每次还在自我介绍阶段，对方就会被人叫走，就好像有人在跟我恶作剧。怎么样？吴小黎把我拉到一边说悄悄话，没遇到合适的呗。我一脸无所谓的样子，啃着他家的1万块一个的迷失花园的菠萝。哎，可惜了，老爷子不同意，不然顾景洲还挺合适的。什么呀？他是为了恶心林俊泽找的我？不对呀，当时俊泽去找你，他自己说的，他就是喜欢你。林氏集团的财产他一点都不要，就是要你。
吴小黎露出会计的精明眼神，是不是老头子跟你说什么鬼话了？哪有，都是实话。内心早已波涛汹涌，可我还是故作波澜不惊。说顾影洲要回林氏，所以利用你。吴小黎猜得很准，你看你都知道。我更不想提及顾影洲，因为这样会把我衬得像个笑话。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，老爷子到处造这个谣，还说要顾影洲来当执行董事长，还要给他20%的股权。最后顾影洲忍无可忍来找林俊泽，签了个股权放弃协议。吴小黎边吃菠萝边开心，这可是林氏集团的股权。不过你当时惹了这一堆事情里来，确实和他有关系。吴小黎真的又惊又鬼，说到这非得卖关子。我知道，就是他害的呗。我故意假装不想听，还作势走开。哎，圆圆，不是，我听说华林那边的高层都知道你是顾影洲的软肋，所以找你下的手。那他去哪儿了？吴小黎和林俊泽都沉默下来，他又消失在茫茫人海中，谁也找不到他。来不及伤春悲秋，我的职场突发动荡，苏玲芳要卖了公司和小男友去周游世界。天，那我们怎么办？边上几个拆迁户工人同事激动地挤到董事长办公室，他们不缺钱，生怕没工作。苏玲芳虽然周扒皮，但是公司效益蒸蒸日上。别急呀，有天使投资人来，他马上就到。苏玲芳赶紧护着他那张刚打完热玛吉的脸。我来介绍一下。我抬头看着来人，呆在原地。圆圆，我回来了。番外向阳路派出所。你为什么要为一个女人搞到这种地步？偏偏这个人还是俊泽的前妻。林董坐在探视窗外，看着里面流落在外的儿子叹气。林董，我有办法的。顾影洲身着囚服，却依然板正地坐着，一身浩然正气，和他那个猥琐的罪名格格不入。我会救你，回林氏吧。华林集团，估计你也回不去了。林董拿出一支烟，一边点烟，一边用余光观察顾影洲这个流落在外的大儿子。他实在拿不准脾气，虽然他在外面莺莺燕燕众多，也生了不少孩子，可这大儿子实在是继承集团产业的不二人选。谢谢林董好意，自己的错自己要认。顾影洲一身孤胆的模样让林董叹了口气，其他儿子都少了这几分勇气，老子不可能不管儿子的。林董看着顾影洲，开始默默盘算，也好解决。沈媛媛毕竟是俊泽前妻，让他出来否认了事实即可。至于什么医药反腐，那是华林集团的事，正好逼得儿子待不下去，只能回林氏。林董抬起手，正准备说些什么，门外突然闯进一名警察。你可以走了。为什么？顾影洲有些慌，他刚刚听到动静，好像是沈媛媛来了。他怕他冲动之下，为了救自己，卷到医药反腐的漩涡里去。原本这就是陈树瑜他们做的局，媛媛无辜入了局，他如果跑出来否认，那他自己也会卷进医药反腐里。三期的委托生产，自己确实是帮了许多，可三期的资质条件也确实是最合适的。这时最怕的就是陈树瑜他们这帮人搞事情啊，因为他去做了个处女膜鉴定。什么？顾影洲和林董同时站起来。顾影洲心里有一丝丝窃喜，喜欢的女孩子还是完璧，雄性的本能反应就是窃喜。可是他这3年都经历了什么？自己这3年也是为了他幸福选择不打扰。早知道这样，一开始就应该勇敢一点。林董的反应却是震惊，他忽然明白了，儿子为什么在自己催生的时候那么一副为难的神态。如果不是吴小黎顺利怀孕，林董此刻该怀疑的就是林俊泽本人的身体状况了。
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林董马上想到，沈媛媛的事要爆出来，整个林氏集团又要成为笑话。就算这新闻被压下来，日后顾颖洲和沈媛媛要是在一起，自己尚且不论，老爷子哪能接受？景洲，听我的，别去找媛媛。为什么？刚刚搞了这么一大堆事，你们俩又走到一起 ，JW 不查你，查谁？林董躲在黑暗里的眼神，顾颖洲看不清。可是这句话，顾景洲明白了。这么多年都等了，现在不能不忍，他必须离开华林，再找到其他谋生的手段，否则成为林氏的寄生虫，他和媛媛这辈子再无可能。媛媛，再等我一段时间，不会太长的。兜兜转转，这一次，我要坚定地走向你。番外公司新来的那个女孩好像是北大的，清清秀秀的，说话条理清晰得很。我要争取让她做我的下属，还可以，孺子可教也。我们俩的默契真的出乎我的意料，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么个人，心有灵犀，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要什么。遇到这么个人，仿佛是老天的馈赠，我自然当了真。我鼓足了勇气，假装若无其事地问他：“有男朋友吗？”他竟然老老实实地回答我：“林俊泽，林俊泽，我同父异母的弟弟，林氏集团的继承人。”我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，又有没有挽回自己的颜面，是承认，也是拒绝。虽然我明明在他眼里看到过火花，可俊泽比我帅，比我有钱，不像我拒绝林氏认祖归宗的要求，只为了和我辛苦半生早早过世的母亲姓顾。我靠自己也可以，可是媛媛好像确实和俊泽更合适，尤其是那一日，他弟弟出了事，他躲在楼梯间哭。我回去卖掉了所有的基金股票，凑了40-50万，正想给他，却听到他在给俊泽打电话。俊泽一出手就给了150万，150万，以我现在的实力得工作多久？后来自然听到了他们要结婚的消息，我也不差嘛。相亲的时候很招女孩子喜欢的，可是他们都不是沈媛媛，或许多认识几个人，我能再找到一个默契如他的灵魂伴侣。俊泽是我弟弟，惦记他太太也不是那么光彩，忘了比较好。可是啊，为什么没有一个女孩能和他有一点点的相似？他在我眼里呀，为什么那么唯一又特别呀？或许我可以将就吧，除了他，其他人都是将就。还好他没有离开医药行业，我也要努力，起码做个能护住他的人，远远看着也行了。谁让他叫我师傅？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